公司怎么没人了？让对面撬走了。他跟对面公司人事处对象了，把人拉我们公司大群里了。结果第二天我们同事全让人挖跑了。我说刚加上好友，他就非得说要认识我同事，让我拉他进公司群，说要了解我的圈子，真他妈下头啊！你拉了？拉了呗。你是怎么发现公司被偷家的？那女的混成群主了，直接把群名改成对面公司的了吗？把我们这些原公司3党都给踢出群聊了。你这哪是谈对象，你这不谈个特务？哎，回来了！我早就看着你们这一批员工是最忠心的。回来拿点东西。既然能被对面挖走，那说明对面确实好啊。公司不先找原因，赖我干什么？方便问一下，对面是用什么价格挖走员工的吗？公司给多少工资，他们就多给100。卑鄙！人家还说呢，我们这儿能面进来的人肯定有用，这样人招起来自己省事多了。没想到先拿我们筛选一遍。你说上火了？就剩我跟你了，太瞧不起人了。创哥，现在就剩咱俩了，那咋办呀？你问我，推我当初还教你怎么送礼物追他，我这杀手锏都给你拿出来了，我是让你去谈特务的呀。行了，创哥，他挖了一圈也没挖你，你不找找自己原因吗？达令，要不你把我们也挖走吧？不要了，涛，剩下的都是废物。公司就剩你们几个废物了，作为老板你怎么看？损失挽回不了，但仇我一定要报。我已经联系了职业杀手，老板，我不允许你对他不利。目标就是你。整他也行。听说你被同事孤立了啊？他老占俺们便宜啊，那吃的用的全拿同事的，这都给他养成习惯了。我们都快赶上他衣食父母了，就这他还理直气壮的呢。帮人帮到底，我都拿习惯了，说不帮就不帮了，太没责任心了。之前接习惯了，我家里连卷卫生纸都没准备，这突然断货，这让我怎么生活？他们就不能替我考虑吗？你听听，他还理直气壮的，自己不买饭，中午就蹭同事们外卖。他倒也不挑食，全办公室人他都不放过，一人蹭2口，硬是吃撑了。你就说他那脸皮得厚成啥样吧？他们哪有这么好心？知道我不能吃辣，现在他们点外卖都点辣的，给我辣的痔疮都快犯了，这不就是搞针对吗？我要是吃出毛病来，就告他们，你都得赔偿我。那同事们也不爱吃辣，那不没办法吗？这么做有效果吗？没效果，他接完水涮着吃。你就说这人得缺德到啥样，他能想出这招？我们现在买啥东西都得藏起来，不然肯定让他霍霍了。同事之间还计较这些，只能说他们格局太小了。我要是有钱，我也不会总结他们东西。别天天蹭，自己挣点。影响吗？那咋不影响呢？这小子为了蹭电，自己研究个并联插座接他家起来，整个大楼电都瘫痪了。老板挨家挨户道歉，还赔了3万。都是老同事了，我也不想说什么，叫他来办公室，我得给他来点真实的，能说具体一点吗？把他头拧下来。听说同事找对象被你搅黄了啊！那本来人家好不容易答应跟我约会了，小涛偷摸拿我手机给那女的删了。我告诉你，要不老板拦了，我高低给脑瓜揪下来。作为同事，我实在看不惯他做舔狗的样子，上赶着给人买7夕礼物，还全被退回来了，这活的得多失败。那我送啥礼物跟他有啥关系啊？他一个直男，他懂啥？你这不母鸡孵小鸭，你多管闲事吗？你给女生准备的什么礼物？月老的红线啊，寓意着我俩永不分开吗？方便展示一下吗？你看这多结实啊，我多用心呢。这家手没牵上，让他给我整黄了。你这是要跟他拔河吗？啊！你看他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他要是把红线送过去，你别说牵手，人家都该上手了。他根本就不懂女生。这么说你很懂女生？这我强项啊！小涛，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。那你的想象力可真贫瘠。我觉得恋爱就像一座围城，城外的人想进去，城里的人想出来。我是过来人，我不能再让李闯泥足深陷。那你倒是让我上城里看看呢？那我这大门没进去，帮你一脚给我踹出来了。你恋爱不幸福，你霍霍我干啥呀？主要你送的东西根本打不开爱情的大门，你那是往门上挑。老子哄对象挺有经验的。每次我对象生气，我就给他买这个，他揍我下手就轻一点了。对于同事追女生，你有什么看法？追女生这件事我不太有经验，一般是女生来追我。在学校的时候，我的外号是万人迷。不过李闯这件事我也有责任。什么责任？送红线是我出的主意。听说你差点把公司给一锅端了啊！公司周年庆搞团建，他非得自告奋勇当策划，那他那个脑仁还不如那瓜子仁大呢，他当啥策划呀？他就是嫉妒我的能力，100多人的团建，我总共才花了50，我觉得自己就是个天才。他可老天才了，那50多公里柏油路啊，说为了环保让我们走着去，还得自带干粮，俺们顶着太阳啃着馒头，哐哐走了2个多小时，走的满脸是灰，跟他们难民逃难似的。有必要这么省吗？现在公司挣个钱多不容易啊！身为一名老员工，不替老板分忧就太不懂事了。听他瞎说，你当时老板团建都说了，剩下没花完的钱让他自由分配，他倒好全揣自己兜里去了。老板都说自由分配了，咋分配都我个人自由。再说我也没亏待他们，有吃有喝的，最起码没饿着。
他说带俺们去农家乐自助采摘，结果那是他舅姥爷家菜园子，你是没看着那盛况啊，100来个人围着10几亩地嗷嗷干，他1分钱没花，还挣了他舅姥爷200块钱劳务费。那我也不是没有损失，李闯把我舅姥爷家花生采了，我准备找他报销。我想给他报销了，那同事们回来都种树躺医院了，他这不是策划团建，他是策划团灭。来，你看上给我晒的了，完全不见了之前的英俊。这次团建确实有点非同事，但小涛替公司挣了3000多，我还是很欣慰的。我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团建。老板，同事去医院的报销单下来了，多少2万6。听说你被同事孤立了啊？他那脚丫子像酸菜缸卤了似的，穿鞋都盖不住味儿，那训练俺们都上不来气儿都。他们就是排挤我，那痔疮我都得过，得个脚气人之常情啊。再说这也不是他们嘲讽我的理由啊。他们怎么嘲讽你？他们知道我有脚气，背后都说我是个狠角色。就这么跟你说吧，他那脚往耕地里走一回，都算给庄稼施肥了。他那脚上全是菌，我告诉你最好离得远点。那我们同事都有好几个得呼吸道感染的了，你没闻着吗？我鼻炎不通气，不过嘴里确实有点苦。是吧？你就不能为同事们考虑吗？咋不考虑啊？为了他们，我天天都洗脚，都做到这个份上了，还想我怎么样？哎呀，那我真酸 Q 了，他那脚放水里面1秒钟，那也能叫洗脚啊？关键这小子中午睡觉还爱脱鞋，那能不能给俺们活路了？那我这还脱鞋吗？一整就把脚放在桌子顶上。别啥都说那天老板搁那桌子顶睡个午觉，第2天脸上直接长脚气了，到现在还不知道啥原因呢。都是小问题。正好我岳父也有脚气，我给他也买了一瓶，我俩现在都在用。姑爷，我这瓶味道有点苦，有没有甜一点的？良药苦口嘛，苦就苦吧，我的也苦你内服了？啊。听说你把老板气病了，都是成年人了，没想到他这么脆弱。他之前把老板供的佛像给摔了，怕老板知道，换了个奥特曼玩具，把红布给他盖上了。老板拜了1年奥特曼，发现之后当时就急火攻心了。这都心诚则灵啊，你拜什么都是个形式。老板就是太不懂得变通了，要相信光吗？那说的轻轻松，还相信光？老板这会儿人都快到光之国了，这是老板生气的主要原因吗？之一吧。那小涛后来也觉得自己犯错了，就去给老板赔礼道歉。那老板不生气了吗？去医院了，抬着走的。我送了老板一个招财猫，老板看到后挺激动的，应该是送到心坎上了，差点高兴死了。我觉得有我这样的员工是老板的福气。那可不差点死了咋的呀？有他这样员工，老板是真服气。这妈啥呀？这是啊！先是拜奥特曼，然后再竖中指，那实现了从人格到精神上的全面侮辱，啥人能受了这气呀？千篇一律的东西送着没有新意，我就挑了个与众不同的。商家说寓意着如日中天，他还说把这个送给老板的员工都是有勇气的，我就觉得我智勇双全。老板下午出院，你好好给他赔个礼道个歉。他拜奥特曼这件事不许再提了啊！同事们告诉我了，你再搞砸拿你祭天。我想过了，把老板的佛像换成玩具这件事是我的不对，可能玩具之类的老板不太喜欢。我已经花重金买了一幅开过光的字画挂老板墙上了，希望他能原谅我。不是刚出院吗？怎么脸色不太好？听说老板让你升职了，我后家有功救了老板。他头上电梯门夹了。那天我俩上电梯搬东西吗？老板要上电梯，那眼瞅着电梯门要合上了，小涛伸头就去挡，那电梯门也不惯他呀，哐一下就给脑瓜挤了，从头到脸全是印子，给他夹的头头是道的。这不老板为了补偿他，让他升职了吗？老板不仅给我升了职，还给我报医药费，我这也算是用头脑赚钱了。原来头脑还有这种用法。我长这么大，我头一回听伸头挡电梯还能升职的，办公室都说他也算出人头地了。出人头地，出卖人头，获得了地位，出人头地吗？所以说你是脑袋被门夹了才升职的。他们就是嫉妒，我这叫抓住机遇，他们想夹都没这个机会。听同事说你记忆力还出问题了，轻微后遗症，就忘记了一些和同事们的美好回忆。啥回忆呀？他那是选择性失忆，他还欠俺们钱呢。同事们现在一让他还钱，他就不承认，就说自己失忆了。你说他脸皮厚不厚吧？不过还好我有记账的习惯。咋的呀？他工资都从老板那儿预支到2023年了，现在一失忆都不承认了，你这万将仇报吗？小涛受伤也是因为我，专家说是脑干变形导致的失忆，我已经为小涛准备了脑干修正疗法，还有这种手术？让他去电梯横着再夹一下。听说你被同事孤立了啊？这么热的天，外面快他妈40度了，他给办公室空调开支了，吹暖风，你这他妈不祸害人吗？你不？那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，我体寒怕冷，你开了风我受不了。阴气重就说阴气重，你看他搁那披个毯像坐月子似的，还大夏天体寒，给同事们整那个办公室一坐像汗蒸似的，一个个浑身通红，就像路飞开了3档。我们现在与烤肉之间就差一桌孜然。那我身体不适就不能关照一下吗？你再说热点也没什么不好啊，你高温不杀菌吗？那他不就是个菌吗？要真能杀菌，他早就嘎了，还能苟活到现在呀？大夏天空调开支热，这是人能想出来的主意吗？你这么做就没有想过同事们会热吗？热呀，他们一直喊热，但我给他们出主意了。什么主意？哪凉快哪待着去。公司有你，真是同事们的福气。谢谢，但我觉得光靠空调热的不够均匀，我准备向老板申请给公司去安个地暖，双管齐下。这么说，这个空调制热，你是打算一直开下去了？也不全是，我体寒就只在夏天，到了冬天我就开始体热了，那时候再开制冷。他这么说的？不他妈体寒吗？我今天非得拿糖给他裹上，我扔锅炉里给他烧了。冷静点，冷静点。他这么折腾，老板没有受到影响吗？
那咋不影响呢？那老板鱼缸里养那2条观赏鱼都让热死了，那香味都出来了。那小涛欠拿着碗筷还过去安慰老板去了，1000多一条啊！老板心疼得直掉眼泪都。都是老同事了，小涛体质特殊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不过我已经自掏腰包请专业的工作人员来处理了，是把他送去治疗吗？直接火化。你为什么被同事孤立了？因为他们拍领导马屁，我不屑于同流合污。头2天老板给他爸搁公司祝寿嘛，那老头点了碗长寿面，小涛非说人那玩意儿是挂面，俩人争的面红耳赤的。那老头都90多了，你说你跟他较那真干啥呀？我这个人就是实诚，实话实说。他们那是拍领导马屁，那指鹿为马的事儿我干不出来。你清高你也得分场合啊，跟那老头气够呛，给老板整的也挺尴尬的。那小涛一看现场气氛不对，他非要讲个笑话，说缓和一下现场。他讲了什么笑话？其实英文字母只有25个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 Q 被拴起来了。不好笑吗？你挺好笑。他本身就是个笑话，他还讲啥笑话啊？那本来大家都乐呵的，那后来蛋糕上来了，同事们都对老爷子送祝福。这时候小涛又站起来了，那老头99了，非祝人家长命百岁，你给老头气的假牙都弹出来了。我觉得拍马屁才是职场的不正之风，哪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。只有在古代，我就是个奸臣。那老板还得是老板，那给他爹气成啥样了？没掀桌子，就那还给小涛扒鸡蛋放碗里呢。那明眼人不都能看的？那不就让小涛滚蛋吗？那结果老板还是高估小涛的智商了。老板给我鸡蛋是暗示我有机会担任重要岗位。哦，这么个鸡蛋。胖哥，我这明天还能来上班吗？你给老板道歉，看老板咋说。老板，你有什么新的指示吗？你给我死了！去吧。听说你给老板画饼了。啊？那天老板开会嘛，说好好干就能升职加薪，谁信那玩意儿啊？俺们都快睡着了，那就小涛精神，哐一下就蹦起来了。我觉得他就是在暗示我，他就是看上我的聪明才干了。那我跟他就是英雄所见差不多。那啥英雄啊？那纯属过能碰上凤雏了，那都老板画的饼吗？那不他就分辨不出来吗？是啊，他3炮啊，别人说啥他信啥，夸他2句他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。那打工人都知道，你听老板吹牛逼，那不王八都能开飞机吗？老板太有眼光了，他就是我伯乐呀！我必须用我的才智帮老板打天下。打什么天下？我要帮他上市。我看他像弱智，公司有这样员工不倒闭就算奇迹了。我就求他别折腾了，削逼挺干活，给俺们留条活路。他们就是太安逸了，我不行，我得奋斗。我都帮老板计划好了，励精图治，1年上市，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，冲出亚洲，走向全球。你瞅那小干巴样的嘛，满嘴顺口溜，张嘴就放空炮。那公司连走出2马路都费劲，冲啥全球啊？我看他像个球。他就是嫉妒我的才能，以后我把分公司开在外国，就开在联合国，我让他来扫厕所。他那智商都要负无穷了，那他妈联合国也不是一个国呀！我看这是脑瓜瓢里长痔疮了。老板信他的话了吗？哎，你真的相信小涛画的饼吗？我怎么可能信呢？虽然我和小涛英雄所见略同，但是上市这种事情……老板，你要的上市计划书。哎，来，你怎么被关在这儿办公？因为他们嫉妒。是嫉妒他啥？你瞅他那逼造型，整的跟飞天蝙蝠柯镇恶似的，天天觉得自己可帅了，撩着办公室小姑娘，这没招了，我带头给他关起来了。你为什么骚扰女同事？注意呢，不是骚扰，最多算打扰。我们都正经聊天。再说他凭啥说我呀？你看他那个嘴耷拉的跟拱桥似的。你看我现在这气质是不是浑身都闪光点？你闪开点。那他那也不是正，你进干啥呀？拿我去。那他那也不是正常打扰啊，非得拉人上会议室用大屏幕看电影，还得关着灯看，那不是挺浪漫的吗？看的乡村爱情。怎么什么事儿到他嘴里都变味儿了呢？我现在就是气质和形象也到位了，你跟女同事聊聊天有错吗？这都人之常情呢。再说我现在走到哪儿都有人夸我帅，那人家服务员有礼貌啊。再说你逛商场，谁家服务员不都说帅哥欢迎光临呢？那他一听来电了，这辈子没人叫他帅哥，进店里哐哐一顿买，出来抬头一看，这逛的内衣专卖店，买了1兜苦茶籽。你这不是冲动消费吗？那千金难买我乐意啊！那都有人叫我帅哥了，那证明还是有人吃我的颜。你就冲我今天做这发型，你不觉得挺有气质吗？你从开始到现在，你眼一直可盯着我。你想想，我微信都直说都这么熟了。快走！啊，这他妈又犯病了。你老板知道他这样吗？我最讨厌自恋的人了，像小涛这种自恋的毛病，就需要一个颜值比他更高的人来克制他。是想到解决办法了吗？让他来我办公室，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帅哥。